绝地反击。今天的节目呀，是关于皇马的宫斗剧进入了最高潮。咱们的主席老佛爷弗洛伦蒂诺绝地反击。老 K 过去一直说过，喜欢足球不只是喜欢足球和精彩的比赛。从90年代开始，我喜欢看足球报、体坛周报，就是这里面各种像黑社会、像政治、像共产党的权力运作一样，里面黑幕重重。但不同的是，足球，包括中国足球，在巨大的闪光灯下，所有的媒体事无巨细都会报道得非常清楚，所以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每一天正在发生的政治形势的变化。这比在 YouTube 上看听床师们瞎掰过瘾，比看历史爱好者们说明朝的故事更靠谱。那么具体的，咱们先看弗洛伦蒂诺，他是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直接宣布很抱歉，我是不会辞职的，我将提前召开大选，而且我会参选。老 K 过去就说过，现在针对姆巴佩的各种攻击，并不是明面上对着姆总来的，而是暗地里所有的矛头指向了背后的决策者老佛爷弗洛伦蒂诺。因为皇马是当今足球世界最大的一张品牌，这关系的不只是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几百亿欧元的直接经济相关利益。如果说影响力，那就更大了去了。你问问沙特，问问迪拜，问问阿联酋的金主们，花个几百亿买皇马100%的股权，他们愿不愿意？所以过去老佛爷为了自己能够连续当选他是把主席参选的这个标准提得非常高。所有的标准其实也是量身定制，也就是说只有弗洛伦蒂诺自己可以参选。但再严密的长城总有被腐蚀的一天，潮起潮落总有你走背运的时候。现在皇马的成绩是过去几年最差，弗洛伦蒂诺的反对者们背后的那些阴谋家已经闻到了缝隙的机会。今天老佛爷在发布会念了一篇 ABC 报之前的一条新闻那条新闻写着，在董事会会议之前，弗洛伦蒂诺和身边人说我累了。紧接着老佛爷就直接现场点名该报道的记者问，这位记者来了吗？我想跟他打声招呼认识一下，我到底跟谁说过我累了？兄弟们，这两天这种皇马的政治新闻看得老 K 真是过瘾联赛即将结束，世界杯嘛还有一阵子要来，但我已经看到了这段真空期，光是皇马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就足以填满老 K 空虚的心灵。但关键您支持哪个？欢迎在留言区评论。喜欢本节目别忘了点一个订阅，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留言、各种互动。咱们继续。ABC 报一直在发这种新闻，完全没有任何道理。我每天很早就起床了，晚上也是最晚休息的那个人，我一直像野兽一样工作。所以现在外界制造出了一种针对皇马和我个人的荒唐局面，球队是不可能一直赢球的，谁都知道，但我们不能接受现在这种情况。可是有人借这个机会攻击我，他们会说弗洛伦蒂诺去哪儿了？如果我再不出来说话，就有人说我病了，甚至说我得了晚期癌症。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告诉那些关心我的人，我现在仍然是俱乐部主席，也还在管理自己的公司。这家公司每年的营业额高达500亿欧元，我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如果我真的得了癌症，那我就该去肿瘤中心接受治疗了。这种事儿那也就早就传遍全世界了。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但这个谣言却越传越大。我才是最想赢下所有冠军的人。在我担任主席期间，皇马足球队拿到了37座冠军，篮球队拿到了29座冠军。我想说说那些一直在背后搞行动的人，所有想参选的人，我都欢迎他们站出来。我也会参加这次选举的，去捍卫皇马会员的利益。他们吓不倒我，反而会给我更多动力。有些势力背后一直想掌控皇马，但他们没有得逞。在皇马做主的不是记者，也不是他们身边那些人，大家不相信他们，大家相信的是我弗洛伦蒂诺。有些记者觉得自己很重要，以为自己能影响俱乐部的决定，但事实不是这样。这里做主的是会员们，别搞那些小动作了。谁想参选，那就站出来参选呗，但不要在背后说我累了，不要因为我们今年没有拿到西甲，没有拿到欧冠，就想让我接受这种说法。他们说现在皇马一片混乱，可皇马依然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俱乐部。最重要的还是巴塞罗那的内格雷拉案。3年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内格雷拉案，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丑闻，
巴萨他们连续20年都在付款，更关键的是，到了第3个10年了，执法的还是那批裁判。我们会向欧足联提交一份重要的材料的，希望他们能从根儿上解决这件事，为了世界足球的利益，把内格雷拉案这个案子处理好。哇，刺激！老 K 早就说过，内格雷拉案绝不会那么简单，皇马也绝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现在背后的这几股势力，甚至10几股势力，都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起。这里面包括过去掌管裁判的人，包括过去的裁判，现在的裁判，他们都是一伙的。还有足协的主席、职业联盟的主席、巴塞罗那、皇马，甚至背后更大的政治势力，西班牙的历届首相、国王，还有加泰罗尼亚大区那些闹独立的。所以有趣吧？西班牙一直都是个有趣的国度。还记得西班牙内战？当时可是全世界的左派都跑到西班牙去帮忙打这场战争。好，咱们继续看啊 ，BC 的这位记者被老佛爷指着鼻头骂的这位记者鲁文·卡尼萨雷斯，随即很快做出了回应。他在整场新闻发布会上几乎成了弗洛伦蒂诺的头号目标。他要是不反击估计未来的记者生涯都悬，谁还敢聘请他呢？要知道，弗洛伦蒂诺多达10次以上批评了这位记者的工作，也批评了 ABC 这家历史悠久的报纸对于皇马的报道。那么，鲁文·卡尼萨雷斯记者是通过社交媒体如此回应的，他写道：弗洛伦蒂诺·佩雷斯召开这场记者发布会，是为了试图羞辱 ABC， 羞辱 Vocento 媒体集团以及我本人。可我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有些界限是不能被跨越的。我为自己的工作和我的报纸感到非常自豪，就是这么简单。老佛爷这次开炮不仅是向他，而且想借此机会向多位记者以及过去那些反对皇马、反对老佛爷的媒体进行清算，因为在老佛爷看来，这些媒体的报道一直在伤害皇马。是的，老佛爷并不认为是自己的成绩差伤害了皇马。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老 K 也知道，媒体人是很少能为自己说过的话买单的，除非涉及政治正确。反正就是媒体一句话你曲解了我的意思，越曲解媒体就越成功。咱们接着看现在整个马德里、整个西班牙已经像晋西北一样乱成一锅粥。紧接着，科贝电台知名的主持人马诺内拉马将这场新闻发布会形容为可悲，对老佛爷的发言进行了猛烈批评，表示他的表现对皇马来说非常糟糕。这位媒体人是这么说的：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像今天这样的如此可悲的新闻发布会。弗洛伦蒂诺过去做的所有好事，现在都被他自己毁掉了。这位主席已经完全乱了阵脚，他几乎无法完整说出一句连贯的话，整场发布会就像喜剧演出。我去剧院看拉拉指挥官的演出都没有今天笑得这么厉害。这场发布会所展现出的形象正在伤害皇马俱乐部。如果全世界的人看到这一切，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这场新闻发布会。另外，还有一位科贝电台被弗洛伦蒂诺批评不尊重皇马的主持人卡斯塔尼奥，他也在节目中做出回应。当时呢，在发布会上，老佛爷正跟科贝电台的记者另一位跟鲁伊斯在进行交谈和对话，但老佛爷话中有话，他说着说着再次把矛头指向媒体。老佛爷当时说，我们必须和很多人做斗争，比如说你既然来自科贝电台，请替我转告胡安马卡斯塔尼奥，他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在这样做，请告诉他，对历史最佳俱乐部多少保留一点尊重吧。这就是我想说的，和他谈谈，让他照顾一下皇家马德里。对这个指责卡斯塔尼奥如此回应道，你还是自己照顾好皇马他吧。OK， 紧接着塞尔电台的评论员们也将矛头指向了老佛爷。这其中评论员胡里奥·普里多的观点最强硬，他说老佛爷今天下午的表现已经让他不可能继续担任皇马主席了。弗洛伦蒂诺这是在严重的伤害自己，真的伤得很深，深到这种程度，他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皇马主席了。一个主席开出这样的发布会，说实话，我认为他不应该再继续执掌皇马。又是说记者，又是说裁判，他现在就是在用一种很可悲的方式把自己摆成受害者，真的很可悲，他这是在亲手伤害自己。OK， 另一位皇马的比赛解说员罗梅罗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皇家马德里早就不再属于会员了，这家俱乐部现在的主人就是弗洛伦蒂诺，
甚至都不是董事会，因为董事会根本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对会员来说，真正关键的是球队现在的竞技状况，而不是这种对体育媒体不分对象的全面攻击。哈哈，精彩吧？这次老佛爷在发布会上先后点名了 ABC 电台，点名了卡斯塔尼奥，点名了塞古罗拉，点名了卡尼萨雷斯，点名了雷拉尼奥，点名了 Relevo 等等媒体。老佛爷确实气得上了头，他当时直接说：“我想结束这股反皇马的风气，他们就是想毁掉这家俱乐部。我必须保护皇马的会员。有人想把皇家马德里拿到自己的手里，但他们做不到。我在这里已经26年了，我们把皇马打造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俱乐部。ABC 属于 Vocento 集团，Vocento 集团创办了 Relevo， 他们很清楚那是怎么回事，对吧？他们和西甲联盟合作，做了一家数字报纸。简单来说，这家媒体亏了2500万欧元。后来西甲联盟就不再给钱了，他们只能又去找西班牙电信，去找 Telecinco， 看看那边愿不愿意掏钱。所以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攻击皇马和攻击皇马主席。其实我挺遗憾的，因为我父亲以前就看 ABC， 很多年前还给我订过这份报纸，但我现在已经决定了，明天我就去取消 ABC 的订阅，就当是纪念我的父亲。我相信他会感谢我的。你们每天都在攻击皇马，看看他们今天写的这2篇文章，其中一篇还是一位女士写的，我都不知道她到底懂不懂足球。还有什么0点电台，请你们去跟那个塞古罗拉聊聊吧。每个地方都有这么一个人，一直都在看这些媒体上的做法塞古罗拉、雷拉尼奥这些人，好像足球是他们发明的一样。我们管这种人叫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针对今天的乱象直接有老佛爷的反对者提问你怎么不攻击皇马 TV 呢？他也是媒体好的，被老佛爷批评我不知道那个女记者是否懂足球。被批评的这个女记者马上做出了回应，还贴出了文章。她首先确认了老佛爷那番话针对的人正是自己，随后贴出了自己的一篇专栏文章，让读者自行评判他的工作。而且他回应的相当优雅。女记者写道：弗洛伦蒂诺提到的那位 ABC 报的记者就是我，这是我的专栏，请大家自行评判吧。老 K 也看完了这篇文章，其实女记者写的真不错，文采很不错。我总感觉这一次老佛爷的话有点政治不正确，这攻击女人不懂球会得罪一大帮女人呀。对了，关于老佛爷说ABC 报说他什么很累了这句话， ABC 报也做出了回应，说我们从没有暗示弗洛伦蒂诺的健康情况，很累的说法来自他自己的身边人。这句我很累了确实是真实的老佛爷说过的话。皇马主席身边亲近的圈子里有一位人，皇马主席身边亲近的圈子里有一名人士，在弗洛伦蒂诺发言前的几分钟把这句话传达给了我们 ABC 报，我们也按这样的方式进行了发布，没有添加任何形式的猜测。我们只是指出了弗洛伦蒂诺一种完全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的感受，尤其是在一个动荡的赛季末之后。我们 ABC 报从未在任何时候暗示过关于弗洛伦蒂诺的健康类似内容，没有。火药味十足，火药味十足。西甲联盟主席老佛爷的老对头特瓦斯立刻加入了战斗，他否认西甲联盟曾经向 Relevo 支付了2500万欧元，并且表示必须要尊重皇马召开主席选举的决定。特瓦斯说，老佛爷说什么2500万欧元，这根本不是真的。他有时候随便说一个数字，有时候又换成另一个数字，他们甚至还把我们告到了 CSD 那里去了，这完全就是假的不能再假。皇马他们就是靠受害者叙事和谎言在过日子。以弗洛伦蒂诺在商界的声望以及他为皇马历史做出的贡献来说，我作为一个皇马球迷，现在算是进入休眠状态的皇马球迷，我真的替皇马感到难过。你不能一直靠谎言这么干下去，弗洛伦蒂诺。另一方面，不是说到了内格雷拉案吗？巴塞罗那官方马上发布了声明，我方的法务部门正在研究弗洛伦蒂诺的相关言论，研究他的相关指控。我方特此通报，法务部门正在仔细研究，我们会评估后续将采取的举措。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我方将就所持的立场及做出的相关决定进行正式通报。
除了巴塞罗那，老佛爷的开炮可不管那个，还3次提到了同城最大的德比对手马德里竞技，所以他是既批评媒体，也批评西甲联盟，还要批评巴塞罗那的内格雷拉案，同时3次将矛头又指向了马竞。老佛爷直接说那几个聚在一起的记者，我猜他们应该都是马竞的球迷。这是他对马竞的第1次攻击。第2次呢，弗洛伦蒂诺说的更进一步，而且我还想把俱乐部的资产交到会员的手里。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这些资产本来就应该属于那些会员们。我可不是其他俱乐部的人，是那些人当年拿下了俱乐部，现在又把它卖掉，还从中赚了钱。投票给我的是会员，可不是极端球迷。老佛爷这番话是有背景的，他明显的是在影射马德里竞技当年阿波罗基金目前已经成为了马竞的大股东。这家美国公司已经收购了马德里竞技57%的股份，而且是按照对马竞25亿欧元的估值完成交易的。老 K 这里必须再说明一下这个背景美国的阿波罗体育资本相当的大，他管理的资产超过了9000亿美元，所以他们新设了50亿美元来投资体育作为体育专项基金。2025年的11月10日是官宣了初步协议。今年3月12日是正式交割，已经获得了欧盟、获得了西甲、获得了西班牙足协的批准。他对马竞俱乐部的整体估值25亿欧元呢，确实偏低，在豪门中偏低。毕竟马竞是西甲第2梯队的顶流嘛，也是欧冠常客，他在全球的粉丝基数也应该很大，并且商业开发方面马竞的空间是很大的。现在马竞的收入严重依赖比赛日还有转播。而阿波罗入主了之后，他们准备要投资体育城，加上球场周边的开发，酒店、娱乐、商业什么都要有，对标皇马的伯纳乌和热刺新球场的模式。阿波罗是想将马竞做成体育加地产的综合体。还有马德里竞技近年来他们一直盈利很稳定，负债率很低，美国资本非常擅长商业化和成本的控制，目标是3到5年提升马竞的营收和估值。长期估计还是想出售，或者将它推上市再退出。近年来美国资本密集的布局，像利物浦、阿森纳、切尔西、AC 米兰等等，这也是来自华尔街的资产正在看好足球这个 IP 全球扩张，也看好媒体版权的长期增值。但对马竞来说，管理层还是稳定的，希尔继续当 CEO， 塞雷佐继续当主席，留任到2028年，西蒙尼的帅位短期也无忧。不过希尔家族38年的统治已经终结了，马德里竞技成为了西班牙甲级联赛第1个被美资控股的顶级豪门，继马略卡还有西班牙人队之后，这是西甲的第3家被美国资本控股的俱乐部，说明美国资本对欧洲足球的渗透已经进一步加深。现在阿波罗占55%的股本，量子太平洋集团 KPG 占25%的股本，这是第2大股东。掌控他的是英国籍的以色列富豪奥弗尔。希尔家族也就是原控制人只剩10%的股本，另一个阿瑞斯基金5%，主席塞雷佐3%，其他的小股东加起来2%。所以不管怎么说吧，这对传统的足球叙事来说西班牙甲级联赛豪门廉价的卖给了美国资本，这肯定是个不好的事儿。但对得了现金的希尔家族来说，有钱才是一切嘛。所以这番话是明显的在讽刺，在影射阿波罗基金对马竞的收购。另外弗罗伦蒂诺对马竞的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攻击。他说其他俱乐部会怎么说？马德里竞技又怎么了？他们为什么不去盯着马德里竞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家俱乐部能跟皇马相比。是想让我们皇马每天都赢10-0吗？放心吧，我们会做到的。好，总结一下。这次发布会老佛爷的根本思想就是马德里竞技坏，巴塞罗那坏，西甲联盟坏，媒体坏，你们都在害朕，只有姆巴佩好人，罚你1张好人卡。并且老佛爷在说到内格雷拉案的时候还添了最后一把火。他说我们皇马这个赛季颗粒无收，我在这里这么多赛季了，只拿到了7座欧冠和7座西甲，本来西甲冠军我们可能有14座的，因为有些冠军是被人偷走的。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视频，列出了本赛季我们被拿走的18分。面对这些事儿，我不可能保持沉默。我不是要别人天天捧着我，但塞尔电台的一些人、科贝电台的另一些人之间的这种串联，我不能再接受了。
另外，老佛爷今天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了皇马换帅的事儿，因为大家都在传穆里尼奥快来了嘛，但是他明确表示今天不是谈教练的时候。有人想让我离开皇马，但我绝对不会走。不能因为皇马有2名球员发生冲突，就说皇马是一片混乱。哼，有一年呀，我还甚至解雇过3名教练，所以这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有2名球员动了手。球员每个赛季都会有冲突，因为他们都会很较劲儿。今年的问题是这件事第一次被说了出来，而且我们已经知道是谁说出去的，但没有人赢得7座欧冠，没有人做到过我做到的。我在皇马已经26年了，没有哪一年没有发生过2名球员动手的事儿，有时候甚至是4个人动手。在我在皇马的26年里，球员们每年都要发生冲突，年轻人就是这样，你踢他一脚，他再还你一下，可第2天他们又成了朋友。对我来说，更糟糕的是泄密，因为这说明问题不只是那次冲突，冲突本身第2天就过去了，球员们又可以成为朋友，还会一起去喝咖啡。泄密，这是我在皇马的26年里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这也让我很担心。有人说这件事太可怕了，说这会毁掉皇马，说不能容忍。但我已经在皇马看了20多年，也没出什么问题嘛。我还可以在这里待一个整个下午，因为我现在聊得很开心。你们让那个女孩提提问，你们这些人一个个都太难看了。哎呦，老佛爷，说着说着，怎么让我有了一种江泽民的感觉？最经典就是最后老佛爷说让那位女孩提问嘛，你们这些人长得太丑了。另一方面，老佛爷明面上的政治对手前皇马主席卡尔德隆立刻也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动态，写道：我不觉得可怜，也不觉得羞愧。嘿嘿，这话里有话的讽刺啊。好，今天的发布会上，老佛爷还提到了一名带南美口音的能源行业的商人，并且向这位可能参选皇马主席的人，老佛爷直接发出了挑战。所以马卡报立即揭秘，老佛爷的潜在竞争者现年37岁，就是 Cox Energy 现任的执行主席恩里克·里克尔梅·比维斯。他在2021年就曾经有意参选。老佛爷当时原话这么说的：我今年就安排选举，就是为了让候选人都站出来。那个做能源生意，总跟电力公司打交道，带着南美口音的人也可以出来参选嘛？对，是墨西哥口音。不是有人说我们很糟糕，说皇马像独裁一样吗？那这个人还有所有想参选的人都可以站出来。OK， 老佛爷说的这位比维斯他是执行主席。这家 Cox Energy 呢，是一家西班牙的太阳能光伏公司，2014年开始运营。公司很大，在墨西哥、智利、巴拿马、哥伦比亚和西班牙都有办公室，都在开展项目。他曾经被列入应对气候变化最具影响力的100位拉丁裔人士这个名单。他是一位体育爱好者，也关注电动方程式，关注高尔夫，同时从小就支持皇马，还现场观看过 AC 米兰、基普迪纳摩还有卡蒂夫的欧冠决赛。他的公司还是纳达尔拥有的那个车队 Team Rafa 的赞助商，参加 UIM E1 的世界锦标赛，这也是世界上首个电动船赛事。这位里克尔梅·比维斯，他在2021年以皇马会员超过20年的身份亮相，也当时表达了提出另一种选择的意望，但最终他当时没有真正迈出参选这一步。可他是表达过参选意向的人选之一。老佛爷既然提到了他，估计在背后肯定有许多势力在围绕着他进行运作。多说一句这位恩里克·里克尔梅的父亲曾经是皇马董事会成员，本人也符合非常苛刻的皇马主席候选人的要求，就是必须成为皇马会员超过20年。好，另一方面，过去皇马的队长门将卡西利亚斯，他今天看了发布会，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不断评论。首先，他明确表达了对于穆里尼奥会重返皇马帅位可能性的看法。他说，下赛季执教皇家马德里其实还有更好的选择。大家都知道卡西利亚斯嘛，当年皇马的叛徒，跟穆里尼奥是闹翻了的。包括现在马德里主义者阿韦罗亚也是跟卡西利亚斯闹翻了的。卡西利亚斯这次改变了态度，听完了主席的发言之后，他承认自己很喜欢这场新闻发布会。不过现在皇马的舆论这几年已经把他跟过去的那个内鬼完全绑定。卡西利亚斯当年的那个体育记者的女朋友确实爆了许多内部消息。好，另一方面，关于皇马打架的巴尔韦德和楚阿梅尼，今天有重磅的传闻
说皇马已经正在考虑下窗就要求购巴尔韦德，因为小队长在皇马训练场的那次冲突自己已经陷入离队边缘。可楚阿梅尼或许会留队，红魔曼联正在密切地关注巴尔韦德，现在还不清楚他本人的意愿，但他和皇马的合同2029年才会到期，转会费将非常高昂。今年夏天，曼联一直计划引进2名顶级中场，因为卡塞米罗赛季末要离队，乌加特也会被出售，所以候选名单现在是安德松、巴莱巴、沃顿、楚阿梅尼和巴尔韦德。另一方面，队里面的维尼修斯已经支持穆里尼奥执教皇马当然这也是西班牙媒体放出来的消息。报道称，维尼修斯认为穆里尼奥只要来，就能让皇马重新变成一个真正的整体，而不是围绕某一个球员运转。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指姆巴佩吗？现在英国媒体权威的消息，穆里尼奥已经和皇马进行最后阶段的谈判，他很可能在13年后重返伯纳乌，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记者说，他们即将达成原则性协议。这件事现在的预测是下周可能就会官宣。虽然现在已经是5月12日，但有记者认为穆里尼奥将在5月份就能正式亮相伯纳乌，所以不仅是官宣任命，5月还会举行他的就职仪式。从下周开始，穆里尼奥将完成和本菲卡队的合约的义务，到时候魔力鸟很可能会透露更多的线索，也可以更从容的发言。对这一点，过去皇马的球员过去在国际米兰也随穆里尼奥拿到了3冠王的前荷兰国脚斯内德明确地说，穆里尼奥就是执教皇家马德里的完美人选。我只和他共事了1年，但在这短短的1年里，我从穆里尼奥身上学到的经验令人难以置信。他经常和我们探讨如何管理团队，而这正是他最突出的品质。他非常清楚如何管理队中的每一位球员，管理首发11人并不难，世界上任何一位教练都能做到。但球队的管理远远不止这11个人，替补席上还有许多球员，甚至有一些人无法进入比赛大名单。如今球队的阵容都变得越来越庞大，球员数量也会不断增加。以前我们队里大概只有23名球员，现在则多达30人，所以你必须把他们所有人都管理好。而皇家马德里是少数的几支既需要顶级教练，又需要驾驭那些个性鲜明、才华出众的球员的球队之一。我认为穆里尼奥现在就是这个角色的理想人选，皇马应该签下他。如果真能签下他，那绝对是个非常明智的决定。而至于现在流传多日的姆巴佩 out 的请愿书，有些人可能根本不清楚自己签的是什么。但说到底，姆巴佩对球队真的至关重要，他进了许多球。而且在维尼修斯受伤状态低迷的那段时间里，几乎是姆巴佩一个人扛着皇马前行，他总是能够坚守在赛场上。当然他也有不足，他选择去度假而不是留在队中，这是不对的，尤其是在巴萨有可能在国家德比中锁定冠军的情况下，这种做法真的伤了球迷的心。你本应该和球队在一起。好，既然说到了咱们姆总，姆巴佩最近也登上了《名利场》杂志最新一期的封面。他是在上一次国际比赛间歇期接受了专访，他当时也敞开心扉，谈到了自己各种看法。姆巴佩很勇敢，他说，一味纠结那些负面的声音未免太过矫情，职业运动员就理应接受。年少成名的我其实并没有一直妥善处理好公众人物的身份，年轻的时候我的心智尚未成熟，缺乏包容，缺乏共情之心，没能换位思考。后来我才明白，很多普通人一辈子只会在电视上看到我一次。如今我学着多一份包容，多一份体谅，即便有时候外界会逾越边界。姆巴佩还说，你可以是职业球员，可以是国际巨星，但首先你是一名公民。我们与现实世界并非割裂的，也无法脱离本国发生的一切。人们总觉得坐拥财富和名气就不会被社会民生问题波及，但我感同身受，深知极端势力掌权会给国家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同样是普通公民，有权和所有人一样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在法国，主流社会和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非常的深刻，政治问题非常的尖锐。而姆巴佩向来敢于对法国国内的公共事务发表看法，而且他的言辞分寸总是拿捏得当，他一个人就能在法国引发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过去齐达内是打破了法国社会对北非裔群体的固有偏见，而现在姆巴佩的崛起为巴黎郊区的年轻一代少数族裔带来了希望，带来了鼓舞。老 K 说过很多次，姆总真是像一个美国总统。好，所以今天的皇马
不止上演综艺节目，老佛爷和姆巴佩这两位大哥还在不断的上演政治秀。等到老 K 最喜欢的鸟叔穆里尼奥上任，你相信我，故事还会更多更精彩。那么今天的比赛，中国 U17 的国青队2-0战胜了卡塔尔，奇迹般的出现，终于挺进了世少赛。上半场万象一个长传，何思凡禁区内的精彩都射破门。下半场还是万象助攻了张伯林头球破门。这个09年出生的万象，过去在重庆青训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候老 K 的儿子还小，大概7岁左右。我儿子2012年还跟万象09年的孩子在一起训练过，还在一次训练比赛连续过了他3次，所以我对万象很有感情。他当年对阵小弟弟的时候，该放水放水，很有分寸。好，另外今天最关键的一场比赛，沙特利雅得胜利1-1战平了利雅得新月。这下子 C 罗的队伍领先优势继续维持5分。比赛结束后 C 罗发了 ins 写道：梦想近在咫尺，打起精神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感谢大家今晚给予的超棒的支持。不过今天本来利雅得胜利原本只要取胜就能提前1轮夺冠，可是门将在最后1分钟读秒阶段再次出现了低级失误，接外球导致进球，所以 C 罗的首个沙特联赛冠军还得再等等。今天皇马的前锋罗德里戈在休养的时候，也在社交媒体晒出了自己在电视机前观看这场比赛照片，但他巴西的队友本托却出现了致命失误。罗德里戈曾经多次公开表示 C 罗就是他的偶像，他也是因为 C 罗而爱上了皇马。本托这位26岁的巴西门将，怎么又是你，怎么老是你？在去年沙特超级杯决赛当中，利雅得胜利同样也是领先的情况下，门将本托在比赛最后阶段出击判断失误，没能拿下高空球，导致当时吉达国民队完成绝平，最终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而点球大战中，利雅得胜利最终遗憾地丢掉了冠军。现在1年过去，相同的剧情再次上演，也是在争冠的关键战。所以这家伙虽然只有26岁，那么赛季结束该清洗必须清洗。现在这样的门将都能进入巴西国家队，C 罗真的是离联赛冠军就只差最后1秒，读秒阶段，新乐队扔出来的界外球，本托在没有明显的对方球员干扰的情况下去出击尝试接球，结果被队友的跑位形成了对自己的干扰，对球的落点出现了巨大的误判，用一个类似排球中接一传的一个尴尬的动作，将球直接拖进了自己球门死角。看到总裁 C 罗最后也没有大吵大闹，你就知道沉默是一个人生气的最高境界。真的，比赛当时只剩10秒多了，看的球迷真是都看呆了。我知道总裁 C 罗的球迷很多，黑粉也很多，但你就算再恨 C 罗，看完这场比赛也该释怀。最后总裁瘫坐在替补席，面无表情。那么现在最后一轮面对保级队，对方也得玩命， C 罗的联赛冠军可千万不要跑掉咯。另外巴西队也很快要公布他们世界杯的55人出选名单，现在米利唐、罗德里戈因伤缺席，预计在这份名单当中，内马尔、安东尼、迪亚哥席尔瓦、拉菲尼亚都会在里面。而切尔西19岁的天才埃斯特旺据说已经确认无缘这份大名单。埃斯特旺为了参加世界杯基本不会接受手术，但他是大腿的严重受伤，切尔西方面是希望他赶紧手术。现在无缘巴西队也好，还是为自己未来10几年的职业生涯好好考虑一下。如果继续保守治疗，搞不好切尔西的埃斯特旺又会成为伤仲永。 OK， 轻松一下。拜仁的年轻球员卡尔好像是跟女友分手，因为他刚刚删除了社交媒体上自己和女友外出度假的照片。卡尔只有18岁，但他的女友很漂亮，网红22岁。本来网红女友也发布了一些略显性感的度假照，但是到了周一晚上也把这些照片全部删除。当然也有可能是不是卡尔身边的人，特别是拜仁俱乐部的垂帘听政的赫内斯是不是给他打了招呼，不太喜欢这些度假的照片。毕竟拜仁目前还处于赛季进行期间嘛。本周末拜仁将迎来最后一轮德甲的比赛，也会进行冠军奖牌的颁发。但是主教练孔帕尼在战胜了沃尔夫斯堡之后，特意给球员们放了几天假，这也是一次小型的度假，合理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赫内斯真的是权力太大了，虽然他说自己早就不管事儿。最近这位荣誉主席在采访中又谈到了莱莫尔，说莱莫尔的薪资上限的问题，还将他和凯恩进行对比，这让莱莫尔方面感到很不满。
所以现在莱莫尔和拜仁的续约谈判也停滞了，短期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经不大。莱莫尔现在的合同27年就会到期，而此前被外界提到的1500万欧元的年薪在莱莫尔方面看来不够，根本不够。莱莫尔想要的是最高能达到2000万欧元。虽然他只有28岁，也只是个后卫，但是欧冠打大巴黎，莱莫尔的表现相当好。首回合他一上进攻猛猛的，只看见他一直在插上，一直在回防。所以莱莫尔如果真不续约，真要走，许多豪门那里他是有市场的。最后日本队老 K 非常喜欢的三山勋，他现在参加世界杯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不大了，伤停会达到2个月以上。为了对冲着淡淡的忧伤，咱们看一下意大利中后卫鲁加尼的前妻吧。这位米凯拉·佩尔西科刚刚更新了个人社交媒体，晒出了一组为服装品牌拍摄的时尚写真。米凯拉和鲁加尼是2016年认识的，2024年举行了婚礼，可第2年的6月，米凯拉宣布和鲁加尼分手。这一位几年前老 K 是印象深刻，当时看着比现在还要漂亮，那是真美。另外还有里奥费迪南德，过去曼联的名宿，他的大女儿也长大了。据父亲说，非常喜欢在迪拜的生活，因为这里比伦敦更自由。里奥费迪南德带着全家迁往了阿联酋，但是老 K 的图片里他的大女儿已经14岁，所以老 K 的图片里给的是他二婚老婆的照片。有时候开开玩笑，轻松轻松嘛。还有昨天我们说过的佩德里的女友，今天有消息比他大5岁。过去几个月这2人也是分分合合，但最终恋情就此官宣。佩德里球踢得好，审美也是在线的。之前只有10几岁的时候，他的 ins 上面就关注了一大堆的美女模特。咱们过去也说过，西班牙尤其是巴塞罗那，许多球员就喜欢姐弟恋，这也属于拉玛西亚的光荣传统了。法布雷加斯对吧？好，应观众的要求，咱们中超的新闻就不要讲了，有空多认识几位球星的女友。你有什么推荐，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朋友们不要忘记点赞热推，不要忘记订阅哟。明天再见。